Cricket set the rules。大家好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 DK 战队的 Bernie，那么非常感谢 Bernie 能接受我们 Go Su Gamer 的采访。首先我想问一下 Bernie， 这是第3次来到 TI3的比赛了吧？第2次是吗？那觉得今年的 TI3和 TI2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觉得办的比去年更好吧，而且观众也比去年更激情。去年 DK 是拿到了第4名，那么这次来到比赛现场，觉得会有更多的压力吗？压力肯定是有吧，然后挺伤感的吧，就是因为去年是第4。那希望 DK 这次能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。可以给我们说说就是在训练中的事情吗？来到西雅图。训练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吧，就是每天照常训练啊。我们在之前听说，好像 Aliens 在训练的时候特意避开了中国战队，有这种事情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和他们打过2盘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哪一支战队表现最好呢？最好的肯定是 Alliance， 还有同福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么强势呢？我觉得同福 Alliance 的话，他们就是最近的比赛很少输吧，他们对队伍里面应该也比较和谐吧，就是可能氛围比较好，加上他们个人状态也一直保持得不错，战术上面也很领先，所以他们有这样好的表现。同福的话也是在之前中国的比赛上都表现得很好，在 DSL 上也拿了冠军，所以他们也是跟 Alliance 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吧。好的，那么对于 DK 在小组赛中的表现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拿到了第2名这样的成绩。第2名来说的话，应该还是不错吧，但是有几场比赛我认为是不应该输掉的。你们在训练之中有特别研究过国外的队伍吗？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弱点呢？没有特别研究吧，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练自己的东西，练自己的体系啊、阵容啊这样。那你觉得Alliance 在之前的比赛中打出了非常多的劣势中的翻盘，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觉得很多场比赛吧，他们虽然上人头或者局势上都比较落后，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一个不错的发育，他们就是远古啊，利用远古野区各种资源，就使得他们经济上并不是非常落后，所以他们才有机会打回来。那么说 ，DK 有没有想过借鉴一些西方的战术呢，或者阵容？阵容方面吧，可能在比赛中会边打边学吧，自己也会调整。我觉得可能会借鉴一些。我们在之前的小组赛中看到了 DK 已经在尝试一些新的阵容，比如说把你放到劣势路打食尸鬼这样的英雄，这是你自己发明的战术吗？还是？这个是我们训练中练的东西吧。就很多时候我不是作为一个那个主 carry 吧，就很多时候战术需要我可能就是前期抗压一点也没问题。这些战术是 Alliance 和 Navi 来到中国队之后你们产生的想法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在训练当中产生的吧。那对于从 DK 从传统的4保1转换到这种更加有侵略性的战体系中，你队友有没有一些不适应呢？刚开始会有一些吧，但是经过 ECL 和这么长时间的训练，看来的话，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认可这种思路的吧。毕竟4保1现在相比现在这么快的节奏来说，会非常被动。那你觉得DK 还要在哪些方面更加努力，才能拿到第1名呢？这次？我觉得首先心态得放好吧，然后状态得调整好，每个人就是必须超常发挥才可以做到，我觉得。
那我们之前都听说这一届 DOTA TI3将会是你的最后一次比赛，那我想说，如果这次 TI3 DK 可以夺冠的话，你会不会继续留下来打 DOTA 呢？以后大家就知道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希望 DK 拿到好的成绩这次。有些人说 Burning 是中国 DOTA 第一帅，对此毕帅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我不这么认为啊，我觉得中国 DOTA 很多帅哥，比如姚帝，比如 FY。好的，好的。如果要你变成一名 DOTA 2的英雄，你最希望变成谁呢？那就冠名英雄迪法师吧。也是也是，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游戏中的饰品？游戏中的饰品，我认为那个就是那个德鲁伊的小熊，就是熊猫那样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感谢 Burning 接受我们 Gosu Gamer 的采访。那么 Burning 还有什么想要对观众说的吗？就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DK 战队吧，然后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TT Esports。好的，好的，感谢 Burning，再见。